欢迎收看 A 镇创世纪。今天我们来解读一项颠覆性的科研成果，由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卡耐基梅隆大学、谷歌和 Meta 等顶尖高校与机构联合推出了名为 Auto Research Cloud 的全新自动化科研系统。该系统突破了单体大模型的局限，通过引入多智能体辩论、自愈修复和防伪验证，实现了端到端的自主科研闭环，让机器真正掌握了自我迭代的能力。虽然自动化科研系统备受瞩目，但研究团队指出，目前大多数 AI 写论文工具依然停留在单线思维的玩具阶段，真实的研究绝非直线推进。现有工具普遍存在三大致命伤，首先是单一视角，大模型自己题，假设自己评，难以发现逻辑漏洞；其次是执行极为脆弱，代码一旦报错就全盘崩溃；最后是只有鱼的记忆，无法跨周期积累科研直觉。这些痛点限制了 AI 在复杂科研场景中的应用。针对上述痛点，研究团队在这项工作中提出了全新的科研范式。Auto Research Cloud 彻底摒弃了旧有单线打印机模式，构建起一个自我强化的闭环流水线。不同于旧范式单点思考、报错即停的脆弱性，新范式实现了多方制衡，将失败转化为经验，并引入了跨代记忆。通过在统一架构下整合假设、挑战和失败修复，科研过程从单向推进演变为动态循环。这个新范式的具体实现依赖于 Auto Research Cloud 的端到端系统架构。整个系统由探索、实验、写作三个核心阶段组成。在探索阶段，多智能体辩论引擎负责研究范畴与假设的提炼；在实验阶段，系统依靠自愈执行环境开展实验设计，并由人机协同阀门把关；在最后的写作阶段，防伪造验证引擎确保生成报告的真实性，而底层的跨周期进化经验库则为这三大阶段源源不断地积累并输出科研经验。这种端到端的闭环设计在与当前主流系统的多维度对比中展现出显著优势。相比于 AI Scientist VR 和 Agent Lab，Auto Research Cloud 实现了全方位的技术领先，特别是在真实实验执行、结果验证以及沙盒安全等关键指标上，其他系统大多无法支持，而该系统均交出了完美的答卷。此外，它在多智能体辩论与自愈修复上也表现更佳，这使其成为目前唯一集成了完整自愈闭环与防伪验证的科研系统。在系统底层的核心引擎中，首先起作用的是多智能体辩论机制。为了克服大模型自己出主意、自己评估所带来的自我证实偏差，该引擎引入了严酷的三方制衡。其中，创新者负责提出大胆的跨界思路，实用主义者则从算力与可行性角度进行约束，反对者专门寻找基线模型错误或数据泄露等逻辑漏洞。三方角色在提炼节点开展深度博弈，从而确保开题方案不仅充满创意，而且在物理和学术逻辑上都切实可行。这种严苛的审视不仅局限于开题，而是贯穿了系统的两段式审核防线。在经历第一阶段的生成假设后，一旦实验结束，系统会立刻启动第二阶段，由全新的班底充当结果判官。其中，乐观派负责发掘数据中的潜在闪光点，怀疑论者则严厉质问统计显著性以及混杂因素。方法论者专门审计可重复性和数据泄露的可能。这套机制杜绝了空洞的自吹自擂，确保实验结论在逻辑和数据上无懈可击，才能最终进入写作阶段。解决了逻辑审核后，如何确保代码在物理执行时不因报错而崩溃，是决定系统实用性的关键。为此，引擎2引入了自愈执行机制。该机制抛弃了报错即死的传统逻辑，在执行过程中最高允许10次内部循环。它能将报错转化为诊断信息，通过 pivot 转换方向并退回开题，或者通过 refine 提取故障签名，生成精修补丁重新测试，直到结果达标后再通过 proceed 推进。这种机制把失败变成了养料，使系统能够挑战更复杂的实验。在赋予系统代码自愈能力的同时，为了防止执行脱缰或产生作弊行为，研究团队部署了严密的沙盒安全舱。该安全舱通过三大机制确保实验环境受控。首先是网络隔离，采用3阶段断网策略，在安装依赖和获取数据后彻底断网物理隔离，防止模型下载现成成果。其次是级联生成，当代码复杂度大于 0.6 时，
派发给顶级专家智能体，简单代码则由蓝图生成。最后是抽象语法树检查，在燃烧算力前直接拦截写死的作弊指标。这些手段将科研实验严格限制在安全合规的物理边界内，解决了物理执行的安全。如何确保最终生成的实验数据真实不造假，是自动化科研的另一道生命线。为此，引擎3引入了可验证结果系统。该系统针对大模型伪造数据的学术毒瘤建立了严格的数字注册表机制。它要求最终论文的摘要、正文和图表中出现的任何数值都必须100%对应后台真实运行产生的原始日志，不妥协、不捏造。这种硬性校验能够彻底杜绝数据篡改，坚守了学术诚实的底线。不仅实验数据需要保真，论文引用的参考文献同样不能出现大模型常见的胡编乱造。为此，系统进一步构筑了4层引文防伪护甲。在论文被写入最终的 PDF 格式之前，每一篇文献都必须穿过4层 API 防火墙。系统先用 Crossref 进行 DOI 解析，再通过 OpenAlex 进行标题模糊匹配，随后比对 CUT 预印本数据库，最后由 Semantic Scholar 进行兜底查杀。被判定为幻觉的虚构文献会被直接抹杀，彻底杜绝了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现象。虽然防伪与自愈实现了高度自主，但真正的科学探索依然需要人类智慧的最终把关。为此，引擎4开创性地提出了人机协同的7重境界。系统从蓝到红定义了7个层级，涵盖全自动、实验前干预、实验后干预、紧门控、彻底干预、领航员模式以及步步审批。在领航员模式下，系统首创了智能暂停机制，它只有在不确定性极高、处于决策分岔路口时，才会主动召唤人类介入。这种定点呼唤将人类从繁琐操作中解放出来。在协同机制的实际运行中，人类的介入并非越多越好，这便是研究团队发现的协同悖论。ARC Bench 的真实评测数据表明，无休止的步步干预反而会引入干扰。在完全不干预的全自动模式下，论文录用率只有 25%， 如果进行23次过度干预的步步审批，录用率也仅为 50%。相比之下，只在6个关键节点进行精准定点干预的领航员模式，却能以极高的杠杆作用将论文录用率推升至 87.5% 的最高点。除了单次实验中的人机协同，系统还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上实现了智力积累。引擎5引入了跨世代进化机制，该引擎采用衰减权重算法，其公式中设定了30天的半衰期。通过这种指数衰减，最近发生的错误会被赋予最高权重，像避雷针一样警示后续研究，而遥远过时的经验则会自然淡出。该机制成功确保了系统既能迅速吸收最新失败的教训，又不会被陈旧的数据包袱所累，保持了思维的纯粹。5大核心引擎构建完毕后，为了检验系统的真实水平，研究团队推出了极其严格的 ARC Bench 极限测试基准。该基准不仅涵盖了25个传统的机器学习课题，还引入了20个涉及物理、生物和统计的交叉学科课题。在评分权重设计上，它将代码开发与代码执行的权重分别设为 25%， 而将高达 50% 的权重直接倾斜给结果分析。这一严苛标准旨在检验 AI 能否从数据中推理出真正的科学洞察。在 ARC Bench 的严酷盲测中，同台竞技的各大系统高下立判。对比数据表明， AI Scientist V2 的总得分仅为 0.419， AIDEML 积分为 0.511， 而 Auto Research Claw 凭借其架构优势实现了全面领先，其全自动模式总分达到了 0.596。 在引入少量定点干预的领航员模式下，更是斩获了 0.648 的最高分。相比于前代基线系统，这一表现实现了 54.7% 的性能飞跃。在如此惊艳的数据背后，系统究竟赢在了哪里？雷达图多维度对比给出了答案。系统最核心的优势不在于单纯的代码开发与执行，而在于科学品位和结果分析能力的指数级跃升。在结果分析维度上， AI Scientist V2 的得分只有 0.261， 而 Auto Research Claw 直接飙升到了 0.523， 实现了 100.4% 的翻倍级超越。得益于辩论机制和数据防伪强，该系统产出的论文结论异常严谨扎实，
彻底终结了科研工具假大空的通病。在这套庞大的架构中，究竟哪一个模块才是真正的最有价值核心？玻璃测试的数据揭示了它们之间紧密的化学反应。当拔掉辩论模块时，系统只会产出平庸的假设，论文质量狂跌 1.37 分，而一旦拔掉自愈模块，完赛率直接从10%腰斩至6%，代码一报错就死机崩溃。要是拿掉防伪模块，虽然看似通过率提升，但报告中会充斥着捏造的虚假数据，这有力证明了辩论提供质量上限，自愈保障存活底线，防伪守护科学操守，缺一不可。为了直观展现这些机制在实战中的威力，我们可以观察在 T10 课题中上演的真实对决。测试结果表明，能跑出格式精美的 PDF， 并不等于做出了真实的科学贡献。在全自动模式下，虽然论文排版漂亮，但内部却发生了静默坍塌。其8种交叉验证策略计算出的偏差全部是 0.0， 输出了一份毫无价值的无意义报告。相比之下，领航员模式通过精准干预实验语义，在9条管线上产出了清晰的偏差对比与深度伪代码，成功实现了具有深刻洞察力的科学探索。掌握了真正的科学方法后，系统不仅能局限在机器学习领域，更展现出跨界破圈的降维打击。通过沙盒挂载领域专家智能体，它成功走向了实体科学。在高能物理领域，系统成功驱动了 PhilRules 与 MadGraph 等专业物理模拟软件，斩获 0.489 分。在系统生物学中，通过挂载 COBRA 模型获得 0.912 的高分，在统计学上也拿下了 0.898 分。而对比基线系统，在此类复杂的物理和生物课题上均得分为0，直接宕机。这证明了该系统探索实体宇宙规律的跨界实力。在展现出强大的跨学科科研实力的同时，如何守护学术底线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为此 ，Auto Research Claw 在系统内核中构筑了严苛的安全与伦理防护网。首先是强制物理断网，防止互联网现成成果对实验造成的污染；其次是严苛的成本控制，将单次实验费用硬性限制在3到15美元之间，避免算力滥用。最后是对任何数据伪造与参考文献造假实行绝对零容忍的拦截。这些机制确保了自动化工具不会沦为学术垃圾的制造机，坚守了科学探索的诚实底线。在守住伦理底线的前提下，这项工作为我们描绘了人机协同科研的未来愿景。Auto Research Cloud 的定位从来不是为了取代人类，而是接管繁杂、执行过滤、无效试错的超级外脑。通过多智能体辩论、自愈执行与防伪机制，它将人类从琐碎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人类负责定义科学研究的宏大方向，由它来辅助到达彼岸。这让科研人员得以回归科学发现的纯粹初心，释放出真正的创造力。